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茫，还是千峰叠翠、云海翻腾的壮丽？是繁华喧嚣的现代都市，还是沉淀千年的古都风华？是晨曦微露时渔人静泊江畔，还是巷弄深处老人闲话家常？这里是西安咸阳，一片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土地，从巍峨的秦岭到蜿蜒的渭水，从坚不可摧的西安城墙到雄居天下的秦始皇陵，每一寸土地都书写着历史，每一个人都在延续着他的故事。这一期跟着探长李叔走进中国咸阳，踏上这片帝王之地，领略秦汉遗风，从秦岭深处到长安古道，从咸阳宫阙到大秦雄风，去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故事。通往西安的必经之路啊，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未阳门，也称为南阳门。渭水北岸，所以这边又变成未阳门。然后在明嘉靖的时候又改成了南阳门，来咸阳必来的一个地方，关中八景。而城外呢，就是著名的古都公园，现在已经失去了当初的辉煌，只留下了一个长为120米的一个老街。但是呢，虽然是老街，每到晚上的时候全是夜市。秦时明月似咸阳。陕西这个地方，咸阳，第一印象肯定是秦始皇定居的地方，还有这个咸阳河，也是非常的适宜啊，天气也是非常好。这还有人捞鱼的，相声，然后这是听戏，福茶，相声艺术，陕西的福茶是陕西当地最出名的啊。可以看到这一个廊桥啊，将近4公里长，然后呢，它中间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景点，比如说天下一统，南北市集，这边全部都是战国时期的这些雕像，觉得在这边非常有这种历史厚重感，都是真人真事。不交钱不作数啊！对，咱们这个是君子协议啊。小麦它长高之后，它底部的那个嫩芽，它把它全部割下来，然后就开始煮，然后就变成褐色的了。就是用这一部分提纯之后呢，现在是我们所看到这个麦芽糖，来制作这个传统的这个国粹。明年蛇年，我画了个眼镜，我画眼镜蛇比龙还漂亮，真的。这咱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画已经有2000年了，剧团已经有600年了，听到没有？对不对？这个咱们08年就申遗成功了，对不对？正儿八经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手艺了，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让外国文化入侵，你看侵成啥了？它只能与时俱进了。这手艺真的是啊！好，有点私塾。要减速哦，即将开。如果说中国的中心在陕西西安，那么陕西的中心呢就是景阳县。所以呢，我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在中国的原点。因为这个众口难调，这个茶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要适口。要适合自己的口感啊。对。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口感它不一样。那如果不冒烟的话，你像不像威士忌？有点像啊，那种感觉完全是福茶这个地方，其实在福田这个地区所产生的这个发酵的这个茶叶，所以它叫做福茶。所以从唐代开始呢，这个福茶其实已经作为官茶了，也就是受这个古代政府的这个管辖了。就是他们在加工制的时候，无意之间发现这个茶叶呢长出了这个金花，就是所说的这个金花菌。然后没想到这个金花菌呢可以改善这个黑茶的这个品质和质量。这个成千上百种这种茶种里面，唯一一种规定菌类数量的一种茶叶。所以就是说，离开了景阳的水，离开了景阳的工业，和离开了这个景阳的天气，都没有办法去形成这个福茶。哇，现在是一早上啊，我们来到这个永宁门，但确实是一个文化魅力的古都。可以看到，随处可见啊，从这边就进入了西安的这个城墙，属于西安人自己的火车。然后前面就是护城河，这绕上一圈大概是14.14公里，所以足够
8匹马在这个城墙上并驾并驱，所以同步并驱真的是非常宽阔。现在从那儿走了一圈，现在就到了永宁门啊。这个永宁门的历史实在太久了，而且这个现在这个城墙啊，其实是隋唐时期的这个雏形啊，然后到了明代之后，它又再修建，然后巩固，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3.14公里。可以看到城墙里面呢，就是这些居民所居住的，然后正中间就是钟楼，西安的中心。所以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长城围起来的这正方方里面的城墙内的皇宫大柜。大宴天下。感受还是非常震撼的啊！乾文化，对，请大家带好自己的随身物，震撼的，秦文化感觉还是蛮震撼的。它一路全部都是光影，然后你好像深陷于迷宫。您即将观赏的水舞光影秀喷泉表演，位于大雁塔北广场的中轴线上，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矩阵式喷泉。大概看了1/4呢。第一感觉就是确实对得起亚洲最大的温泉灯光秀的这个表演，人也是特别多啊。到后面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我身后啊，全部都挤着去前面，随处都可见的是穿着这个唐代、明朝或者是宋朝的这些衣服，在这个大街上逛来逛去，全是诗词歌赋。你看这个灯光一打上去。谁写的？6号燃海。秀才呀，这几岁所写呀？7岁。我真是被姑娘这美貌所害了呀！我刚刚身后的那一个呢，就是西域风情啊，就是盛唐与西域的一个表演，在这一整个步行街，总是有一款你喜欢的这个盛唐的一个节目。顺势而为，此乃治国之道也。看我身后啊，全部都已经布置好这个新年的装扮了，灯笼一片啊，这种火红的，和寒冷的冬天形成一种很温暖的这种氛围。如果说大唐盛世演出展示了西安辉煌过往，那么西安的美食则是这座城市最鲜活的现在。从钟楼鼓楼的街头巷尾到回民街的人声鼎沸，这里的味道早已穿越千年，成为最直接的文化记忆。一碗羊肉泡馍吃的是时间的沉淀，一口肉夹馍咬下去满是人间烟火。凉皮的酸爽，biang biang面的筋道，胡辣汤的醇厚，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组成了西安独有的韵律。
陕西回民街啊，早上和晚上都是特别热闹，感觉来这边基本上都是来这个地方来逛的。看这边的都有什么吃的吧？它的这个建的就有点像在胡同里面啊，然后两边都是那种商铺，属于去各个景点都是比较近的，因为已经在市中心了。我以为排队这个东西啊，在新加坡已经是天下无敌了。来看看西安这边，这到底是在排什么东西啊？这看到是在排这个辣牛肉啊！陕西人对吃辣牛肉这么情有独钟的吗？那个队伍感觉都有20米那么长了，哎，真是一个碳水化合物的宝殿呀！前面有山了，哇，这个山很，这个山其实是，他说是秦岭，我们现在这就是秦岭的这个山脉。对，冬天偶尔进山来这里面感受吃火锅呀或者喝个茶还是挺惬意的，一下这种自然风光。因为在城市待久了，人就还是想去返回到原始自然生态去感受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叫这个地方叫什么？秦岭生态自然文化区。大家看这个地方都是非常原生态的。可能现在来的季节是冬季，所以有点冷，但是依然跟城市的景观还是那个不太一样的感觉。在城市待久了，来吃火锅，跟这个在山里面吃火锅还是感觉很不一样的。对，本来是拿刷子刷，现在来给这儿吧，有一家他们做好。这是我第一次吃，咱这种砖墙瓦很有这种农家乐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燃得好，暖和，根本就没有什么盘子碟子给你摆到这儿，这个地方全部给你空间给你利用起来。老板太会做生意了，难怪在深山老林里面，春节前夕还不关门，就他一家营业呢。接下来咱们吃一下最后一道面啊。作为陕西人，你不能不吃面。哎，你看这个面条，你看这个面它有大有宽，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确实。作为陕西人，咱必须吃面。而且今天这个火锅也少不了面。对，这个，它这个面好像就是已经擀好，然后往上铺了一层辣子。哦。面看起来更有食欲，可能煮2-3分钟就能吃了。但是火锅配面可能也就陕西人这么吃，到重庆也不会。没有吃过这样，对吧？对，别的地方也不会说是。因为在咱们陕西必须要吃主食的这种习惯，一定要有碳水化合物。对，所以咱们就敬请期待啊！最后一道菜，把面一吃，就饱了。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位置就是在秦岭的山脚下，可以从这边看到，到处都是农家大院、三养土鸡。这是农家的这种旅馆吗？有。拿下来里边坐。吃农家饭，对。我在城市待久了，来换一下这个口味。对。有了解过怎么杀鱼吗？没了解过。来，现在是时候了，看一下。这个保证食物的原汁原味，这很软啊，特别紧实这个鱼。哇！那这样很容易划手，你注意点。要注意一下。也要专业的人。对。咱这个鱼可以2吃，也可以一半干煸，也可以一半石锅鱼，拿油一炸。油一炸。哦。山泉水是从秦岭的这个山里面的水。对。啊，看着很普通的一个。超级冷。蓄水池的。哇，凉。看着就很香啊。解放军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吃，就一种膨胀长的意思。38斤呢。38斤的一个这个锅啊。38斤锅可以当健身器械。一会儿吃完举一下。冬季的雪还没有完全消化。哎，你是不是发现我现在有锅跟着呢？怎么样感觉啊？现在是上秦岭的这个山里面。可以看到往来往去有很多的车，然后路上的这个积雪都没有化。我们登到山顶，这样1000多米，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样子是怎么样，来领略一下
陕西的秦陇山，浙江的车，浙江的车。这你们，我看你们这吃的还是方便面啊。浩浩来买多少一串？好，一路安全啊，在这边。晚上这边太滑了，走了，走了。从浙江开车开过来。也1000多公里呢，那应该是自驾游呢。对，祖国的大好江河呀！现在我身后所在的地方就是秦岭，陕西的龙脉所在地啊。当初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新闻啊，去描述秦岭这个地方，又是中国的3条龙居中的这个秦岭这个地方，关中平原以南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过年年后的这个初6、初7的这个时间，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面其实并没有干，还是很滑的。包括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是很踉跄，地面是非常的滑。车进来一定是4驱变2驱，2驱变1驱啊，人的那个脚啊，肯定是想上来没有那么容易的。包括我们现在所知道这个山，就是我们继续往前上去的话，它的高度大概是在海拔1000多米高，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秦岭的平均海拔是在2000米到3000米。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宝鸡，有一个在陕西境内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宝鸡，位于宝鸡的太白山。为什么说秦岭这么重要呢？东西长度横跨了1300多公里，并且呢，它跨越了很多的省份，湖北省、还有陕西省和四川省，并且它还孕育着2条河流，一个是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四川盆地的嘉陵江，它的泉地其实也是在秦岭，而且还有汉江和渭水，它的源头都是在秦岭这个地方。所以跟我一起向秦岭出发。来，有请一个我们著名的女嘉宾来隆重介绍一下秦岭到底是什么样的。她是女嘉宾，来吧，我先拿那个陕西的方言给咱介绍一下这个秦岭啊。这蓝松秦岭有啥光理？就这蓝山有啥光理？是吧？我跟你讲啊，这个蓝山呢，它隔绝了中国的南北，知道吧？中国我们有个南方人、北方人之说，这个秦岭以南就是南方，秦岭以北就是北方，你知道不？然后秦岭山脉这块，咱景区特别多。你比如说还有那个什么道家的那个老子讲经台，那个老子之前他就是西出函谷关，然后一直到咱们这个周至，然后那边就有个讲经台，然后当时的那个首领那个关喜、关银子，然后呢跟随他一路到那，最后就修行去了。那个他西出函谷关的时候，然后就做了一篇那个老子5000言，这个就是咱后世著名的这个《道德经》。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说，作为陕西人，如果来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些旅游景点，是否是免费的？是否如传说中的是完完全全凭借着我们的身份证就可以完全的出入自由呢？想杀你？没有这件事情吧？好吧。在西安，我看到晨雾里的古墙城，看到小巷里热腾腾的胡辣汤，也看到路过的行人。有人步履匆匆，有人停下脚步，眺望远方。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有些人相遇又别离，有些风景驻足却终将错过。我们以为遗憾会成为终点，可时间总在告诉我们，前方还有更多等待着我们去遇见的风景，还有更多未曾谋面的故人。或许真正属于你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下期我们将前往印度，走进喧嚣和静谧交织的国度，探索恒河的晨曦、巷弄的香料味道，还有千年庙宇中低吟的梵音。这一次，而是走进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